好，欢迎收看《遇见大人物》，我是萧以芬。拜现代的科技之赐哦，想要拥有人生优质又舒适的第三套牙，已经是可以如愿以偿了。什么叫第三套牙呢？第一套就是从婴儿时期长第一颗这个乳牙之后呢，接下来第二套就是历经换牙期长出的恒齿哦，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壮年的恒齿。如果没有好好的保养啊，就会一颗一颗的掉落哦。尤其是有人呢，可能因为疾病啊，整个嘴巴都已经没有牙齿了。但如果牙齿已经掉了好几年，到底要做植牙还是假牙比较好呢？这很多人就很挣扎哦。植牙很贵，而且做植牙呢，可能还需要戒烟等等的。可是假牙一颗一颗的，是不是真的比较有效？这些假牙是不是真的就百毒不侵呢？那么植牙还有一些副作用，就是这些伤口如果产生发炎的情形的话，对于这个牙齿的本体还有身体健康，其实都有很大的影响。这个您不能不知道哦。所以呢，假牙还有植牙，或者是说呢，现在很流行的弹夹式的这个牙齿哦，究竟孰优孰劣，哪一种比较好呢？我们今天节目就为您邀请到已经有30多年经验的华泰牙医诊所的林泰武医师，欢迎林医师来到节目当中。林医师您好。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好，电视新闻里面常常看到，一般人就是假牙嘛，可是呢，现在很流行植牙，但是植牙的缺点也渐渐的被大家所熟知。所以林医师呢，获得国际认证的这个弹牙式的摘洗式的弹牙夹哦，的确呢，现在呢已经是蔚为风行主流，而且也很多机构在做研究，还有国际之间的合作哦。我们之前在节目也提到，那么可以请林医师告诉我们，假牙传统的植牙现在大家争议很大的，还有您发明的这个摘洗式的弹牙夹哦，现在大家正在去学习它、了解它、认识它的这3种哦。我们究竟要怎么看待这3种不同的性质跟功能，以及它们的优缺点？选择假牙的附件，我们要考虑的就是3点。第一点，对牙本体、牙床骨头的危害，第二点，对全身系统的危害，对。第3点才是它主角。是不是舒适有效？舒适有效，合乎我们满足我们的主角。对。那我们先来讨论现在目前最热门的植牙。事实上，以我的观点，如果两边有好的牙齿可以依靠，那是不应该用植牙的。哦。为什么？因为植牙如果做传统的假牙，假牙因为洗不干净，固定式假牙因为洗不干净，到达腐败的阶段，腐败到牙肉、牙龈、骨头，可能要3到4年到5年。你说洗不干净是指说我们吃东西有一些细缝塞在牙缝里？对，固定式假牙有些细缝，尤其是没有牙齿拔掉的那一个牙桥的部分贴着牙肉，洗不干净。这个可能要4、5年才会侵入到骨头。慢慢的，身体突然有一些疾病了，对，所以会造成全身细菌的感染。但是你只要去注意卫生，好好刷干净，让牙周病医生给你清除一下，你还可以注意的话，可以免除这个部分。其实很难啦，因为一般的牙刷很难刷到那些小缝缝。但是植牙呢，植牙，因为你疼惜骨头、珍惜骨头，不想磨两旁的骨头，你却去磨中间的，珍惜牙齿，却去磨骨头，去破坏骨头，骨头做了固定式的植钉跟假牙，也是不容易洗干净，它在3、4个月就在破坏骨头，感觉副作用都很大。对，而且植牙就跟口腔内打点滴是同样的意义的，打点滴，我们手背打点滴，那个医科的医生要它维持得很干净。怕感染，那为什么在口腔内打点滴，穿过牙肉到骨头，却是可以喝玉米浓汤、跟牛肉汤、跟吃饭？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在手背上淋上玉米浓汤，而且没什么关系啊？这样讲就懂了。对，这样就懂了。所以牙腔的口保健真的很困难。所以刚开始，欧洲的骨科医生发明了植牙，那是为了那些全口假牙的老病人，全口假牙真的没办法做了。所以只好在前面的部分我懂了，植上植钉。但如果只是1、2颗坏掉，就可以借助旁边健康的。因为你如果全口假牙没有这个植钉来固定它，老人不能吃东西，对，也是会危害生命的。那植钉是有一些会危害生命，可是在前面容易刷干净，
它的那个感染量会减得很少。但是不应该用在2个旁边都有好的天然牙齿、固定牙齿的中间被拔掉的部分去做植牙。所以有人为了植牙会把健康的也拔掉。现在多半是连不会动摇的牙齿，连2个牙根分叉的地方，只要有牙根分叉的地方，就认为牙周病专科医师没有办法洗干净，然后病人回家也洗不干净，那倒不如干脆先拔掉，在有骨头的时候植牙。这样太不环保了，牙齿1颗很贵哎。所以，我发明的弹假牙就是利用修磨牙齿最少量，伤害旁边的牙齿最少量，最精简、最环保的医疗，然后完全不影响体内的健康。好，赶快来告诉大家是什么方式。那这个是植牙，目前植牙普遍实施以后，常会有这个牙颈部的脓。好可怕哦。这个很微量，跟眼屎一样，但是它就足以造成每天、每分每秒的全身的感染。自己也不知道什么病，就是不舒服，对不对？所以，我做的弹假牙呢，弹假牙就是可以摘洗式的。弹假牙可以摘洗，可以摘下来洗。弹假帽扣牙可以摘下来洗。牙齿的缝隙就可以洗得很干净。牙肉呢也很容易维持干净。所以这个。可是会不会有人觉得说，我这边装一个弹假牙，这边装一个弹假牙，这样子一天要摘2个地方？对，就是有这个困扰。但是如果牙齿规模大的话，可以把2边用横杠把它连在一起。OK， 也是有这样的方式。因为弹假牙并不是要非常紧密的，它是有一点微动量的。好，弹假牙制作的原理，你这边有很多的齿模可不可以让大家再进一步的了解？对，弹假牙呢，就是利用旁边上称稳固的牙齿，一般稳固的牙齿，如果被拔掉了，就利用它的肩膀，修磨一些靠肩靠板，然后做一个牙齿的实体，啪一声就上去了。对，牙齿的实体，然后有2边的靠板，这样就可以维持主角。等一下，医师，你这个只是模型，那如果在真正的牙齿上也是这样，啪一声就上去了吗？对，都有这个声音。声音听起来好可怕，会不会痛啊？不会啊，那一般病患都很喜欢有这个声音，就表示他带稳，表示 safe，OK 了。那有靠肩靠板，有牙本体就可以维持主角，但是它会被食物撵走，所以我在这边就利用矫正的贴片原理那个方法，做一个枝条。然后这边做弹夹，很方便拆卸就对了。就是像一个发夹，前面弯圆圆的，然后粘在这个窝洞里面，2边都粘。这个价钱比起一般假牙呢？比起一般假牙，因为这个制作非常的时间很长，它每一个零件都要做好了以后再测试，很精细，所以当然是比一般的假牙费用高。可是比植牙便宜很多，是不是？但是我们植牙通常到70岁末期，可能需要植牙2次或3次。那个身心跟骨头的痛苦，对，跟付了2倍的费用。好多朋友植牙简直是像去掉半条命一样，那这种假牙很大的工程。如果2边的牙齿都还算是健固的话，几乎做了1次，就可以一直用到安养院。那今天我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牙医学院应该要再求进步。因为固定式假牙或者是植牙再加固定式假牙，就是不能够洗干净。所以骨头一再的腐败，差不多7、8年、10年就坏掉了。那我们不可以再任意拔牙。因为一个像这2颗门牙是拆下来的假牙，它固定假牙拆下来了以后，它有大概中等到轻度到中等动摇。那因为它有2颗，所以我就可以做弹假牙、弹夹帽扣牙。好，那这个做固定假牙是不可能的，但是做弹假牙是可以的。它把这个旁边的 raise arm 就是靠板、靠肩靠板，延伸到2边的好牙。这个虽然会动摇，可是它套合了以后，靠着旁边的固定的好的假牙、好的牙齿。
我们吃东西是往外咬的，它的力量就被分散到旁边了。医师，那如果被支撑的好牙后来也坏了怎么办？会不会整个都毁了？后来如果坏的话，就要多磨一颗。多磨一颗哦，就只要那一颗就好了。所以我通常把假牙拿下来以后，我觉得它的支撑力还够。OK， 好，我就做这样子，我不要再破坏它的牙齿。哦。但是往往现在全球的医学院，包括美国的东京帝大啦、德国的大学、美国的都跟您有合作来取经的。他们不是，他们现在还只知道这个东西，但是还没有开始行动。对啊，所以要来跟你取经啊。只有九州齿科大学，开始行动了。对，您现在在国际之间是不是有把您这个经验跟独到的发明跟他们做交流？有，我有到美国去讲了3次。日本也是。日本也有，哎，那像现在牙医学院还在用30年前的观念。哦，真的不行。这个牙齿拆下来，固定假牙旧的拆下来以后会动摇。OK， 他们就认为应该要拔掉。好，下一阶段呢，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哦，究竟这个台湾人的牙齿哦，跟美国、日本有什么样的不同？那么弹牙是可摘洗的牙齿呢，在应用上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稍后继续来谈。好，今天遇见大人，我们邀请到华泰牙医诊所的林泰武医师谈谈他现在获得国际奖项跟认证的一个发明，就是可以摘洗式的弹牙夹哦。这个摘洗式的弹牙夹呢，可以突破现在假牙跟植牙的盲点以及对身体造成的伤害。现在不管美国、日本啦、国际、欧洲之间呢，都到台湾来取经，也有一些国际的交流，想要了解哦林泰武医师这个台湾之光这个独特的新发明哦。那么当然哦，就是说他的立场就是说呢，不要把所有的好牙齿都拔掉，利用两边，比方说一个健康的牙齿作为支撑，然后呢，只要把坏牙齿有1、2颗做成这个弹牙夹装上去就可以了。可是刚才我们就讨论到一个问题，如果说好的牙齿它也产生动摇，它的支撑开始不稳了，那是不是会造成装上去的牙齿本身也有使用上的困难？要怎么克服这个问题？对，如果我们保留的残根日久了以后又发生了动摇，它被拔掉了以后，我们还有后续的准备，就是被拔掉以后，因为臼齿的侧面面积大，所以我可以做一个弹夹，空牙的弹夹牙跟还有残根的弹夹牙，如果还有残根的弹夹牙，会多增加一个外冠的抓固点，会帮忙抓固，等于是有3点抓固的工程，尤其在美国，不容许一个假牙被人吞进去，对，所以有3个抓固点更好。但是医生尽力保有这个残根以后，万一将来久了7、8年、10来年以后，它也不行了。对。但是我们还有空牙的弹夹牙。这个就缺少另外更保险的一个抓固力。所以都有留着后续的作用。留后路了。那你如果说这一颗牙不太稳固，我们可以延伸靠板，靠到旁边去。就像这个的延伸靠板可以延伸2个，做最小旁边牙齿的修磨破坏，做最大的利用，最重要的就是不要去感染全身的系统，对，不要造成其他器官的病变。这是医科、心脏科、内科、外科的感染科所最忌讳的。怪不得很多医师问说你有没有装假牙，对不对？很多心脏科医生都这样问。医科、心脏科医生是不同意装假牙的，没错。他告诉他的病人。心脏有问题的病人说：“你最好去把牙周病处理好，所以不要后面牙齿拔掉。我还可以做无牙的弹夹牙。对。但是门牙的牙齿任意拔掉，它在轻度、中度的动摇。这个被拔掉以后，那我只好这边因为太薄的关系，犬齿跟门牙太薄了。”我没有办法做弹夹，我只好再修磨它一个牙齿。这样子。那么请问，全球的牙医师，你愿意留下这个残根来做一个弹夹牙，有延伸的靠板？因为我们咬合是向外的，所以这样就可以阻挡支撑
咀嚼的力量，还是你想要拔掉再磨一颗，还是想要拔掉再植牙？之前大家都为了方便嘛，干脆全部杀光光，对不对？所以牙医师是在救牙的。对，中轻度的动摇还是要把它留下来，但是要会控制牙周病。那要佛心来着，而且要有耐心。对，但是就将心比心，牙医师将心比心。好激动哦，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己所不欲，不自于人，不自于人。对啊，要给人家治病，就是自己牙齿怎么治，给自己的子女怎么治就怎么治。牙医师本质不是在扑杀牙齿的，扑杀牙齿，不能方便行事，不能方便行事，不能屠杀牙齿，是要救牙，真的不能救才拔掉，不要用业绩的考量在方便行事，真的要有点良心，不是说牙医很赚就让大家拔光光。所以我今天最主要呼吁的就是不要随便拔牙，过去它是没有用的，但是我发明了以后它是有用的，它不拔掉，这个牙不受损失，不受损伤。它拔掉，它就必须受损伤。那损伤这个牙好呢，还是去损伤骨头，造成全身的感染好呢？您刚才说的这些考量点哦，是不是其实医师跟各行各业一样，像我们主播也是，每个人的程度有差，专业程度有差。您所考量的这些跟身体健康的互动关系，还有牙齿本身之间唇亡齿寒的这种关系，是不是有一些比较资浅的或者不用功的医师，他不知道这些道理？所以他才用最简单、最赚钱的方式全部拔掉。当医生是处理人家的器官，容不得他不用功、不学习。专业道德要有。研究所更是需要针对全球严重的问题做研究，而不是在研究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怎么样快一点取到。哪个赚钱就做哪个，不可以这样。职业有它的本质的意义，钱财只要你用心，它自然会进来，不必去考量钱财。林医师在讲人生哲理了哈。还有就是，是不是这个？对，这个断裂的牙齿，过去是连教授、老师都主张拔掉，方便行事。但是这个牙齿还很稳固，它就是断裂的，断裂的也不深，断裂到一半或1/3，甚至可以救回来。这个牙，每个医生一年可以碰到7、8个、10几个。事实上，靠着弹夹牙，它是可以救回来的。哇，大家想说你是不是在废物利用资源回收，连断掉现在1/3也要救？过去这个是废物。对。今天我看到不动摇的牙，它是很好用的东西，不要再伤害别的牙齿。它只要做一个帽扣弹夹在这里，这边只要做靠板。不过要学会做那个弹夹，也是很精密的技术。所以。请问做弹夹牙的器具是牙科医生还是另外有专业的技师？是矫正的器具。算是矫正器具。跟一般做牙的器具就可以了。OK， 并没有特殊的，不是牙医师自己，并没有特殊的材料或特殊的器具，要肯学习，要有那个心。所以昨日的博士不必是进步阻挠的威权。您就是博士不是吗？有些医师觉得我拿了博士学位，我干嘛要来学你这个？有门户之见。我们除了理论博士，还要务实。实务很重要，要做出来。你真的做几例，看多少病人。那不是说我的技术不好，我就做那个。进步是创新发明跟集体学习的结果。所以牙医学院全球的，不是只有台湾的。通通要在进步了。过去30年，因为固定假牙，只会做固定假牙，没办法让骨头不腐败，没办法清洁，没办法那个刷牙刷得很干净，对，没办法分散力量，所以牙齿会断掉，会在腐败骨头，会影响全身性的感染。所以您现在这个弹夹牙摘洗式的，是不是感觉说在美国或在日本，在国际上的接受和研究的程度，他们比较 open mind， 他们反而比较能接受，是不是？所以哇，这样很可惜，因为其实，在台湾很多行业之间会有门户之见哦，很多东西好像都是要到国外红回来了，然后再回台湾才跟着 follow 才。跟着跟进，就像说现代牙齿的技术，很多都是跟美国一样，先有这个上直钉，在固定的假牙上面再弄个直钉，是这样从美国过来的。所以现在有没有可能，就说您在台湾以及世界各地推，您的感触是什么？觉得说，是不是国外反而比较能接受？
台湾反而推起来比较困难，尤其是美国人，他用他自己的人性思考，他也比较 open minded，他没有汲汲营营的赚钱，要以业绩，半欺骗的在糊弄 patient，因为固定假牙没办法摘洗，所以牙周病这30年来也是没办法完全的治疗，一直好不了啊。对，所以牙周病呢，牙周病的要件就是要医生能够刮干净牙根的肮脏的地方，而且要设计病人回家能够每天清洗干净。好，所以这2方面都做不到，而且即使做到了，也要有一个稳固的假牙，能够清洁，这彻底清洁的假牙。对，那假牙不进步，牙周病这30年、40年来，包括美国全球的牙周病教授跟牙周病的专科医师所做的结果都是不好的，恶性循环，而且不是恶意的，但是因为人类设计不良，所以结果是糊弄的。所以牙周病没有办法彻底的治疗。那我这种就可以把它处理好。OK。还有可以摘洗式的哦。对，要摘洗式的，更方便。而且要把臼齿的牙根分叉的腐臭坑，把它切开来，让它变成能够震动超音波震动牙刷好刷洗的，冲牙机好刷洗的，一个空间方便的一个清洁区域，对，不再是一个闷在3个牙根里面的腐臭坑。对，这个问题30年前我大3、大4的时候，教授3、4个都已经说过，到现在还没解决啊，没有解决，30、40年了。所以今天我已经在台湾推了3、4年，但是所有的大学相应不理，甚至高雄医学院要排我讲课，排我去演讲，后来也取消了，这个是有很大的阻力，对，所以我体会到16世纪马丁路德要讲诚实话的时候是多大的困难，甚至所以。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既然是如此的话呢，小小一颗牙齿，其实它跟身体全身也有了非常相呼应的关系。我觉得，如果您的医生不想进步的话，您有权利选择好的医生，同时呢，也有权利用更好的福利来对待自己的牙齿，对待自己的身体。所以我们非常感谢林泰武医师这个台湾人之光的发明。没有想到台湾人不接受，没有关系呢。我们现在呢，明智的消费者或是明智的病患，你们可以有自己聪明的选择。我们非常谢谢华泰医师。林泰武医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大家好，欢迎收看《遇见大人物》，我是萧逸芬。人的一生当中呢，总会有几次看牙医的经验，小至于蛀牙，大至于撞断牙齿。通常呢，牙医是只要帮我们修补，就可以恢复原状，继续发挥咀嚼的功能。可是呢，如果这个牙齿破损的太过严重，无法修补的话呢，就必须要装假牙了。那么，如果你还一直以为做假牙需要把和缺牙相邻的2颗健康牙齿进行大规模的磨损的话，那可就太落伍了，而且有可能会伤害到您的健康和荷包。所以今天节目呢，我们就要为您邀请到已经有30多年经验的华泰牙医诊所的林泰武医师。我们欢迎林医师来到节目现场。林医师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好，我们非常欢迎林医师来到节目来传授我们正确的这个补牙的知识哦。大家都觉得说装了固定的假牙以后，蛀牙就永远不会找上门，所以你就不停的大吃大喝一些很黏的东西，也不注重清洁哦。可是呢，如果说装置传统的固定假牙呢，其实大家要有一个观念，并不是一劳永逸的。如果没有正确的清洁牙齿，还是有可能会因为得到这个蛀牙或者是牙周病。还是会发生的嘛，对不对？更有可能会造成固定假牙的脱落那实在就很惨，有时候还不知道掉到什么地方去。那么其实呢，就算口中没有蛀牙的人，要好好清洁原生牙的这个沟沟缝缝，都已经是很不容易了哦。对于口中有很多固定牙齿假牙的人来说，更是不方便。所以今天呢，是不是要教我们，就是说怎么样防止牙齿滋生细菌，而且很多这个口气不好的状况，在人际关系当中也蛮失礼的哦。所以
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平常不管是真牙假牙，要怎么样进行清洁跟保养？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先谈的就是涉及到我们一般生活普通的常识，但是有我自己独到的见解。哦，第一个，老天爷设立的，发明就交给我们的假牙，对，它生长的假牙就是不容易洗干净，它老天爷有很多沟沟缝缝，对，那个小毛刷。我们医学院设计的假牙呢，在过去也是不得已的，因为材料的问题所以在清洗上呢又更困难，因为是粘死的缝隙。对，那造成呢缝隙洗不干净。那今天我们要怎么洗干净呢？最重要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工具，有超音波震动牙刷，对，那个让比我们手动的牙刷还要方便。那个真的是比较好。对，但是为了牙齿好会去买那个。对，在刷的时候呢，它的角度上，不必动作很大，只要轻轻的移动。再来就是牙尖刷，年轻人可能牙尖刷没有办法穿进去，但是年纪大的人，40、50岁的人就需要用牙尖刷，因为牙缝大了，这样小小上面有毛毛，像小毛刷一样，这样才能够刷到牙齿的4个面。因为我们平常的牙刷只刷舌侧跟颊侧，然后再加上牙尖刷，2个牙缝之间才能够刷干净。那年轻人呢，就需要冲牙机跟牙线，因为他没有办法用牙线，所以清洁是用牙尖刷。清洁是维护牙齿的第一步。对对对。那牙齿的病灶一开始都是牙周病。对。所以清洁就可以预防牙周病。卫生的问题。再来，新的方法就是年纪大的人，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要吸牙齿。一方面让牙医师把长的多余的牙肉切短，就像剪指甲一样，比较好清洗。好可怕。另一方面，在旁边没有人的时候，就吸一吸，用自己的嘴巴的负压吸牙齿，这样子我们想尽办法去去除掉肮脏。这是新的一个方法，听起来很落伍，但是它却是很实用而且很务实的办法。对，很多地方牙尖刷也刷不到，因为在牙肉以下的缝隙是刷不到的。好，您今天带来了很多齿模是不是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就是有一些粘固式的假牙，其实假牙有很多装置的方式啦那么，可是有了不便清洁这样的一个缺点我们要怎么样去选择？而且在后续的维护上，很多人不要觉得说反正是假的嘛，它也不会被腐蚀，我随便怎么搞的，其实这是错误的观念，对不对？对。因为固定式假牙比天然的牙齿还要难刷干净。因为这边牙医师有时候比较扁短的牙齿，尤其是东南亚我们这种下巴比较扁的人，对，他这边很难创造一个缝隙来让牙尖刷，有时候冲牙机都冲不进去。所以固定式假牙比天然牙齿还难清洗。所以我就发明了能够摘洗式的非固定式。对，要摘洗式的。好，能不能做给我们看一下？摘洗式的牙齿。什么样的情况下？如果一个粘死的假牙，平常牙尖刷很多都不容易刷进去。那牙医师说每半年来洗牙，其实牙医师的一个工具，细的工具有时候也够不进去。对啊。那如果牙齿能够拿起来的话，哇，尖端就能够垂直的在牙肉的缝隙，可以真正的清洗干净。对，现在的洗牙是做不到完全洗干净，很痛苦，满嘴都是血。对，包括牙周病的医生、专科医生有很多的工具，他就是因为牙齿的缝隙很小，他要用各种角度去挖到那个肮脏的地方，其实是挖不到的。只要拿起来就很容易清洗的，琉璃台一搬开，就可以洗得很干净了。我看您的假牙都是2颗2颗的那如果说这种可以移除式的，可以拿起来洗得彻彻底底的话，是不是干脆前面一排就全部都用假牙最好？还是说，我看您都是2颗2颗，这有什么差别？理论上，人类到了40、50岁，就必须要整个口腔都做这种牙齿。这种牙齿你指的是？全部都内冠跟外冠全套的。然后能够拿下来清洗。40、50岁。但是因为做牙还蛮痛苦的，时间花得很长，费用很高，所以这个理想做不到。所以就尽量用牙尖刷、震动牙刷，
跟冲牙机、跟吸牙齿来做啊。因为这个拿下来以后，每一颗牙齿的缝隙就很好清刷了，而且垂直缝隙，牙医师更可以用洗牙机头垂直的真正的洗干净。现在的洗牙是不完全洗干净的，所以你每年去让牙医师洗牙，到最后还是有局部很深的牙周病的深的那个没错，坑，那没办法根治。所以拿下来洗，彻底的洗干净是做假牙的第一要务。第二个就是牙齿会断掉，比如说这个，找一个断掉的来看一下。这个牙齿，有些是局部，也不是整颗掉，可对能是断一半。这个牙齿，是有年轻人有问题的牙齿。喝酒跟人家打架撞。他如果蛀牙蛀得很严重，抽了神经，在我们目前传统是整个把它套起来。套起来以后就洗不干净了洗不干净，垂直的肉细更是洗不干净。7年、8年、9年呢，不但自己的牙齿腐坏了，他的牙骨头也腐坏了，连隔壁牙齿都腐坏了。这就是为什么做一颗坏3颗的原因。所以拿下来清洗是最重要的。再来，目前假牙做了以后，另外一个拔掉的原因就是断掉了，断裂。太多人10来年以后有抽神经或没抽神经，这个牙根就断裂了，这边就肿一个脓包。哇哦！它就是因为目前的技术，做了假牙只能恢复它的外形。但是一个假牙被牙医师抽了神经，然后又磨了以后再套起来，它本身已经是一个衰败的牙齿。今天又只做回原来的形态，对，卫生没有改善。反而比天然牙齿还要更糟糕。治标不能治本。然后力量没有分散，一个衰败牙接受同样的暴力，当然是10来年就会断掉。是一个失败的。所以针对这个原因，拿下来清洗就可以洗得很干净。再来这一个内冠呢，我们磨得斜一点。以前是学校教要我们磨得直一点，才不会松脱。但是现在我们宁可要。我们能敲下来让它松脱，我们5、6、7年好像翻开引擎盖一样的，我们要检查，然后再修补，然后再粘回去重新使用。所以，本身牙齿的腐败是不会产生的。另外就是断掉的问题，断掉的问题呢，我们就做2边的靠肩靠板，来分散它的力量，它就不会断裂了。它承受的力量我们随便算，就只有承受原来的1/3，是不可能断掉的，因为旁边这边。有摸字形的靠板，靠着2边普通好的牙齿，一个年轻人来讲 ，OK，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使用到一辈子的牙齿，顶多最后生命用了30、40年，如果隔壁的牙齿有什么毁损的话，对啊，顶多旁边再加1颗，再加1颗，再加1颗，磨一个内冠外冠，那新的内冠外冠跟旧的外冠，新的外冠跟旧的外冠可以焊合在一起，所以旧的牙齿也不动它，只要增加新的，那30年了，25年、30年以后增加一个新的牙齿也不为过。对了，终其一生，他的牙齿的骨头、跟根尖、地基都维持在差不多的稳固，对，只有上面的结构，毁损、增加、改变。这是很划算、很值得的事情。能用就用，尽量不要做侵入性的拔除。到生命结束末期的时候，安养院做轮椅安养院病房的时候，看护还可以拿下来帮他清洗。医生到病床边要治疗、要拔除都很方便。拔除了以后不必我们普通粘死的牙齿要拔除，必须把牙齿磨切，像磨龙眼壳一样的把它剥开来。这样子很麻烦，而且做不到。今天到病房，一个脑残的病人，对，只要把假牙拿起来，医生要治疗，治疗好以后再放回去继续吃东西。如果很多颗支柱，拔掉1颗，
结构上没有什么改所以变。林泰武医师这样的发明真的是非常的贴心哦，从这个青年到老人都已经完全设想到了，所以呢，他已经完全解决了过去粘固式假牙的缺点，这就是弹牙夹哦，它的方便性。我们稍后一个阶段继续来谈哦。前2天才有新闻说，有人装假牙哦，很痛苦，痛苦到几乎已经去跳楼自杀了耶。为什么会有这么难过的状况？现在动不动都叫人家拔牙植牙哦，真的是非常不负责任。那么有什么新的替代方案呢？我们下阶段继续来谈。回到遇见大人物，今天现场的是华泰牙医诊所的林泰武医师哦，介绍要告诉我们这个关于装假牙的一些知识哦。事实上呢，前2天大家在新闻应该可以看到，就是有一个妇人呢，因为她装假牙3、4年来非常的痛苦，她终于跳楼自杀，这真的不是夸张，我们新闻真的是有这样播出来，相信大家也都有看到哦。那么我们去访问牙医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装假牙如此的痛苦呢？因为他们说现在很多人呢牙齿痛就抽神经做一些根管治疗，可是这个健保都有给付的，医生觉得很辛苦又赚不到钱，于是动不动呢就告诉大家说你这个牙齿应该拔掉，甚至植牙。可是事实上是不是每一个假牙都需要拔掉？我们刚才听林泰武医师说，其实有些它只有些微的磨损，你需要整颗拔掉，你需要这么暴力对待自己好不容易长了一辈子的牙齿吗？还有甚至植牙，它真的不见得是适合每一个人哦。所以这个妇人您也看过这个新闻嘛？她为什么会痛苦到想要跳楼自杀？后来她就去complain 他的牙医哦，可是这个案子无解，因为这个病人已经往生了，就是因为牙齿真的是不是病，可是痛起来要人命哎。对，因为在以前啊，在我发明之前，目前呢，通常都是做固定式假牙，但是固定式假牙一做了以后，发生什么问题很难解除，所以我就发明了弹假牙，摘洗式的，摘洗式的能够维持清洁。很多以前因为粘死固定式假牙没办法清洗干净、化脓、痛的问题呢，都解决了。我目前归类了有4种，目前有很多可以不用拔了。4大不可拔之牙哦，大家来看看。已经可以不需要拔的牙齿。如果你的医生这4种情况要叫你拔的话，你赶快来看林医师，寻求 second opinion， 对不对？最重要，我也没办法看那么多个 patient 这种状况，最主要的就是医学院要赶快改进他教学的那个技术。破除门户之见，不要一直想要赚钱哦，真的为大家牙齿着想。进步就是要创新跟突破。好，哪4大不可拔之牙？第一个，以前到目前为止，所有的医生，包括从美国、德国，全世界都公认，牙医界公认，只要有这个分叉的地方，骨头、牙齿的牙根分叉的地方，因为小时候刷得不干净，所以骨头本来是长满了骨头的地方，冲塞骨头的地方，现在腐败了，变成一个骨坑。我说这是口腔内牙根的粪坑，因为食物进去，牙肉在这边飘，有点发炎，然后食物进去，第1、2天是食物，第3天收水，第4、5、6天就是粪便。怎么刷都臭哦。对，刷完了半个小时就臭了。有些人刷了马上又口臭。所以这个腐坑呢，造成骨头一路的腐败。所以在腐败的过程呢，也会影响心脏、肾脏的感染。所以心脏科医生也主张拔掉，保护全身。那牙科医生、牙周病医生说，这个我刮不干净，回去 patient 也没办法洗干净，所以这个是拔掉的。那为什么你说不拔呢？问题在于没办法弄干净。牙周病专科医生没有办法洗干净，病人没办法洗干净。可是问题在于，我们需要把它洗干净，创造设计能够洗干净的环境。所以如果有这个腐坑呢，在下面牙齿呢，就把它根管治疗以后把它切半，切一半，尤其是在骨头呢还有2/3的高度，它还很坚固强壮。把它切了一半以后，套上内冠，变成2片单独独立的牙根。就像这样子。它也不用整个拔掉，也不会那么贵。不要拔掉，以前要拔掉，现在可以不用拔掉了。不用换一颗，所以也比较便宜，对不对？它的治疗方式。像这样子，它本来骨头的那个腐坑在里面的，很难洗干净。牙医师、专科医生也刮不干净。你这样比较费工，然后又赚比较少，其他牙医师愿意这样做吗？除了你以外。为了牙医师的责任，还有为了他自己。
为了他的父母家族，他也应该要学。如果说的比较狭义一点，所以这个学习不会很困难哈。所以这样子就解决了必须拔除的第一个问题。好 ，vacation 的地方分叉的地方已经可以不要拔除，只要两边有普通坚固的牙齿。好，第二大不可拔之牙是什么？第二大不可拔之牙就是断裂的牙齿。一般断裂的话，就主张要拔掉。哦，我拿一个最极端的 case。他前天才来复诊。我的另外一个医师，我的第一传人谢医师有看到。这边干干净净的。干净的像这一颗一样，跟我们的指甲一样。这个一点点血是我给他打麻药，我要在处理的时候，一点点的血，谢医师亲自看到的。这个牙怎么了？纵裂，像破甘蔗一样的纵裂。纵裂的牙绝对是要拔掉的。可是这一片是在我治疗他的时候，这一片是在动摇的。这一片是稳固的，我就把它留下来。我要他。不是要他来承受主角的力量，主角的力量由这个前面的好牙来承受，这个呢是废物利用，它用来做帽扣弹夹，它用来在这一端抓住外冠，然后他不想植牙，这个牙医师要植牙，不植牙可以跟病人商讨，植牙这一颗吃力比较少嘛，你不植牙这一颗吃力就比较重，他不愿意。他说：“我宁可吃软一点的东西，我吃到鸡肉、花生、空心菜、烤鸭皮就好了。暴力他不用。结果他已经完成了1年4个月，他来复检，干净的这边一点都没血迹，这个是严重的问题。天生我牙必有用啊，哈，所以不需要能解决问题就可以留下来。如果它还有利用的那医生也要很有耐心，对不对？那真的是用4倍、6倍的时间在处理这个问题，然后赚1/4、1/6的钱。但是那个乐趣是不一样的。乐趣。再来，最普通的就是这个。这个是最普通的。你可以在半年有5个这种 case 咬断裂的。这叫什么牙？第三大不可拔之牙。小臼齿我咬断裂的。太多了，这种 case 太多了。很多。一个医生1年内可能碰上7、8个这种 case。那这个把它留下来，这个只要这个最深的断裂最深的都可以留下来了。哪怕是它很深呢。只要能够做一个弹夹牙，把它拿下来。清洗。它周边不太会化脓，不太会发炎。以前主张拔掉，就是因为你粘死固定的话，这个地方常常会发炎。然后它已经断裂了，你又把它磨小又套起来，它也容易断裂。但是肮脏的问题，摘洗式就可以拿下来。两旁的靠肩靠板可以承受力量。这个牙留下来，它的牙周的骨头。牙齿的骨头会很完美，那个笑容会更漂亮，会保持漂亮。如果拔掉以后，它就有一个缺陷，所以就会笑起来永远是畸形的笑。好，所以保留天生的很重要。所以就像一个摘洗式的牙齿，门牙它就是有两旁承受力量，对，支撑不会断裂了。可以清洗干净，对，不会腐败了。所以牙齿的治疗2大原则：一个彻底的干净，包括内冠、牙冠以内的干净不腐败；第二个，旁边的牙齿不要腐败，牙槽骨不要腐败；第三个，它怎么承受力量？由旁边的好牙齿承受力量，真的没有旁边的稳固的牙齿来承受力量，才考虑到植牙。好，来第4大不可拔之牙嘞。第4大不可拔之牙，现在千篇一律的，全世界都说智齿就是拔掉。对啊，大家都这样说。结果错，这是 case。这是智齿，而且向前撞的。这个牙医师，全世界牙医师闭着眼睛就说拔掉。那可是他的这一颗牙不够力量啊。哇。全口都需要重建的，它力量不足，偏偏这一颗智齿，微小的蛀牙，刚开始都很脏的，可是我教他怎么刷干净。现在有超音波震动牙刷，还有圆形的震动牙刷，这个当然可以洗得很干净，还有牙间刷。一个博士是很会思考，然后创造幸福产品的人，博士不是背念的。所以
我们在这边做弹夹牙，一个金属的那个梯片，这个牙齿里面有弹夹，就可以扣在这里了。OK， 卫生控管不是问题。这个算是好，还是好牙，因为它上面有牙齿。对。所以这边做个牙齿跟它挡着，然后连在一起。又不会塞东西，卫生做得到，力量又可以支援，这是留下来。这个更是它力量有问题。它当然需要这一颗牙来支撑力量啦。所以就把这个靠在这里，做个结构靠在这里配套，借力使力能够支撑力量，可以咬东西，不塞牙缝，卫生做得到，不会牙周病，那当然留下来了。这为病人做了一个不需要植牙的贡献，对，真的。然后真的是不会造成常牙周病。如果他有牙周病发炎的话，来把假牙拿下来，牙医师轻轻的打个麻药，就没问题了，4天5天就好了。很多医生都是怕麻烦，同时他就想多赚钱，就拔了就算了嘛。就林医师还把这个牙齿分成2块，然后呢这边是装一个牙套，然后这边装一个什么弹夹牙，哇！然后我们大家觉得好像很麻烦，可是医生说充满了乐趣哦。所以我们在林泰武医师的身上看到呢，他为什么能够发明出全世界其他牙医所发明不出的东西，就是因为他非常的疯狂，非常的热爱他的工作，所以呢他才会精益求精，一心一意的要把牙齿救好。真的，所以呢，这是牙医界的菩萨哦。所以我希望其他的牙医呢，在自己的专业上真的有所精进，同时也有益于全人类哦，也是造福百姓，也是给自己积福报了。我们非常谢谢林泰武医生来到节目当中，谢谢您，谢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遇见大人物》，我是萧以芬。所谓这个牙痛不是病哦，痛起来要人命。这个牙齿呢，不但关系着我们的美观健康，同时呢，甚至和我们的生命是息息相关的哦。当老年人的牙齿已经不但能咀嚼的时候呢，其实呢，他的健康、他的这个营养哦，都会受到影响。当然，生命呢，也即将要走到尽头了。所以牙齿真的非常重要。所以呢，如果呢有一颗牙齿烂了，可能就是要戴假牙或是拔除来补救。可是呢，现在这个牙齿的术后所造成的医疗纠纷呢，却有逐年升高的趋势。那么，关于植牙或是假牙，到底有什么是我们应该注意的呢？所以今天遇见大人物特别关心您的健康，我们邀请在业界已经拥有30多年经验的华泰牙科诊所医师林泰武亲自来到节目现场跟我们讨论。林医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好，好，我看到现场哦，今天哇，琳琅满目哦，林医师带来了好多的假牙，要跟我们说明一下哦。因为牙齿呢，的确呢是很多人的这个心头之痛啊。那么前些日子呢，林医师呢，我们要特别提到，他受邀前往波士顿参加了国际牙医学会研讨会，还有国际上非常顶尖牙医师群来分享他最新的这个牙医技术哦。所以这个林医师职业有30年了，可是呢，在这个技术上呢，却不断的推陈出新，甚至在前往国外去收取最新的知识哦。所以呢，林医师其实呢，最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说呢，您曾经发明过这个所谓的牙根分切啊，牙根分切到底是什么？待会儿来解释一下。还有呢，可免植牙的帽扣。现在植牙其实好像又要戒烟又要干什么的，非常麻烦，而且需要很长的一段疗程，带来很多的不便。免植牙有什么方法呢？帽扣，还有什么弹夹，那不叫弹夹，弹夹，还有可摘洗式的双层冠技术啊，听起来好复杂，可是却是大家的福音。其实像这样有良心的医师不多，因为植牙很贵。对不对？医师都鼓励大家植牙嘛。您竟然发明一个可以替代植牙的，哇，那我们真的是马上想要知道了哦。那么呢，
同时呢，您这个发明呢也获得了莫斯科和匹兹堡国际发明展的双料金牌奖哦！哇，原来林医师是台湾之光哦！所以呢，台湾的牙医技术呢已经走向国际的最尖端了。好，赶快来跟我们介绍一下哦。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先从新的技术开始来谈起吗？好不好？我觉得大家应该先比较想知道最新的技术，到底这个替代植牙的这些东西，您是怎么发明出来的？当我毕业15年以后，我很认真的做牙，我发现粘死的固定式假牙还有它许多的盲点，造成了牙齿一再的腐败，造成牙齿的腐败，也造成了做了假牙，大概8、9年、15年粘死的假牙，就又坏掉了。不但牙齿本体坏掉，它的牙床骨头也坏掉了。这在腐坏的过程。同时会影响到心脏、肾脏、全身的感染。没错。后来呢，植牙出现了。我在民国78年开始学植牙，82年很认真的学了4年开始做牙。我很谨慎要保护 patient， 保护病人。但是又做了10年，也发现植牙的盲点很多，可能它的对全身的危害可能比固定式假牙还要直接还要快。这是真的，这是因为植牙是一个金属，从穿透牙肉到骨头，好，就像打点滴一样，穿透皮肤到血管，一个是到骨头。对。那牙肉跟金属棒是摸着的状态，并没有粘死，不像骨头跟肉是粘死的，有封闭性。然后金属穿透了牙肉，又到骨头。骨头跟植体的表面也是摸着的状态。那你想想看，一个金属棒穿透牙肉到骨头的深处，它并没有所谓的封闭，那么是不是一定会渗水？渗水哦。对啊，水一定，口腔的水，食物一定会渗到骨头的深部嘛。腐烂了。所以植牙3、4个礼拜，2、3个月以后，就保证有水。渗到骨头的深处，没错，只是它的量刚开始很少，对，越来越恶臭，那个细菌越重，所以对全身的影响是很大的。这是医科、心脏科、内科、外科、感染科所不认同，但是不愿意讲的。大家觉得是必要之恶，植牙，因为没有更新的技术替代吗？对，那时候没有，所以也。做了时间不够长，所以也没看到它的后遗症。渐渐的，我们发现植牙所造成植牙周围的那个脓，也是不少的。像这个，这是最常见的啊，这是植牙造成。植牙以后，这边很普遍的就有这种小脓，就像眼屎一样的。这牙肉轻轻的用手指头一挤。它就挤出来了这个不但祸害骨头，对，全身也是每天都在感染。没错。那现在很多人突然心脏要装支架，对。我的一个 patient 2个月前去装心脏支架，另外一个礼拜前，那个弹夹牙做好了，他的口腔卫生已经会保养了。2个礼拜做完1个多月，支架以后他去爬山，心肌梗塞送去3种。马上开那个心脏的那个绕道手术，绕道手术跟装支架都非常忌讳，反正只要是外科都非常忌讳感染的。对，没错。偏偏牙科所做的固定式假牙，40年前、30年前一直到现在，在15年这15年来植牙的兴盛，通通造成医院里面外科手术跟生命抢救时的一个障碍。所以。这些长期存在的骨头的溃腐的坑，积存的脓，跟恶臭，在紧急开刀的时候，甚至准备开刀的时候，都没办法把它清除干净。其实牙齿跟心脏是息息相关，跟全身都很相关的，因为脑都很近，对，都很近。所以您刚才讲的例子，真的让我们非常的哇，这绝对不是危言耸听，是事实。我做了植牙第10年了以后，我又发现。植牙不是一个好方法，因为它对全身的危害比粘固式假牙还要直接还要快。好，我们带着这些脓的齿槽骨去做手术，
本身就是很容易造成术后感染，尤其是心脏绕道手术。对。还好我这个 patient，他已经学会了把牙齿弄干净，他牙齿弄好做干净清洁了以后才去开刀，所以也许他这样没有属于术后感染包起来那一群，他可以走得出来。牙齿真的是不要小看它哈。其实如果家里有60、80岁的老人，大家就知道，如果他嘴巴不能咀嚼的时候，其实他的寿命也差不多了。我有几个朋友，就是他们的父母牙齿不好，然后也不太知道可能痴呆，跟医生怎么表达，然后那就干脆植牙啦，或是假牙都没办法做，就干脆不吃了，牙齿也不动，就没过多久就过世了。因为牙齿的咀嚼其实是跟脑部还有全身器官的联动其实是有关系的，所以大家不能小看牙齿哦，现在就要好好保养，免得到老的时候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您刚才提到植牙的确有它非常多的盲点哦，而且呢，事实上这个手术现在并不是一个最好的一个 total solution。那么您刚才提到您做了一些发明哦，也得到了国际的大奖。那这些发明是不是真的能够完全取代植牙它所带来的功能呢？对。最主要取代的是植牙跟固定式假牙的缺点，我就是针对这些缺点所做的改革。一个就是不能够清洗干净，包括植牙，好，包括固定式假牙。另外一个就是牙齿会断裂的问题。啊，植牙牙齿还会断裂？植牙不会断裂，但是它骨头崩坏了以后，它会松脱。是。那会断裂是天然的牙齿。那固定式假牙，这40年来已经证实了很普遍的。他做了假牙以后，因为2个夹缝清洗不干净，所以骨头都会萎缩，一直下降，然后地基不好，然后造成这个牙根分叉的腐血坑。对，最后大概8、9年到15年就会拔掉，拔掉以后再做 bridge 做牙桥，一样的，假牙跟假牙之间或假牙跟真牙之间没办法清洗干净，又是腐坏骨头。一直20、30年，5颗范围的骨头，对，全都腐坏了。这同时腐坏的过程也是容易感染心脏、肾脏、脑膜炎全身的系统。没错。那我发明的弹夹牙，它做了以后，因为它可以拿下来清洗，2个牙缝之间呢，2个牙缝之间就可以用牙尖刷，牙尖刷得很干净，很轻松的。这样就可以把2个牙缝刷干净，不会再做1颗坏3颗，它牙本体不再烂，牙床骨头不烂，隔壁牙也不烂，全身的系统不会去感染，好，所以这个粘死的牙冠呢，这个粘着的那个内冠才0.2、0.3 mini，在6、7年后，5、6年后，我们也可以敲下来检查里面，所以整个结构用了10几年、20年。它不会腐败，顶多前后牙如果有被靠着的，像这个拔掉的牙齿，这个是被拔掉的牙齿，拔掉牙齿，我们不要再磨旁边2颗好牙，像传统这样子，这样有它的很多的缺点，到最后变3颗了。我们也不想做植牙，因为你不能说我为了不想疼惜旁边2颗牙齿不磨，然后去钻回骨头，去腐坏骨头，去感染全身，这是更笨的一个想法。我们只要把旁边2颗牙稍微磨一个肩膀，摸字形的靠肩靠板，然后做一个假牙。好，就可以这样就可以恢复主角，就只有靠着旁边牙齿大概1/4到1/3的刮掉1层珐琅质，那最多也不过是酸的问题，酸有酸的解决的办法啊。然后我的发明就是弹夹，利用矫正的原理啊，矫正的贴片，加一个枝条，然后这边做弹簧，这边做一个像发夹的弹簧，前端弯圆圆的，结构上是很简单的，并不是很复杂的。就这样可以前后扣住，就可以咀嚼食物。1天2次，下午跟晚上拿起来用牙尖刷刷一刷，再扣回去。万一用久了松的时候，这个弹簧呢，可以用夹子把它夹紧，
哇，所以都可以调整。OK，那它如果脱落，如果这个梯片脱落，因为它是做梯形的，弹簧夹，因为这是梯形的，它会夹在这里，它不会脱落，对，所以不会混到食物里面吞下去，所以合乎安全的那个。所以林医师，您这个发明真的可以算是发明获得了莫斯科和这个匹兹堡国际发明的双料金牌奖所以这样子牙医技术的突破，其实在全世界你应该算是 No.1 的。所以对于整体的植牙来讲，是不是起了一个革命性的作用？还是说大部分的医师因为不是他们发明的，他们可能就是对您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甚至引起牙医界的论战呢？我们下一阶段继续来谈。谢谢，谢谢。今天现场专访的是呢，华泰牙科诊所林泰武医师，他所发明取代植牙的这个弹夹牙，还有这个帽扣，这些呢已经获得了国际上莫斯科和匹兹堡的发明展的双料金牌奖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非常重要的发明呢，他也申请了日本、德国、美国、中国大陆以及台湾5个国家的专利。那么同时呢，这个日本、德国、美国也邀请您去演讲，也可能跟那边的医疗院所有一些合作，希望推广能够对病人呢有所帮助。但是在台湾这部分，我想很多人并不了解您的发明。那么是不是在台湾的牙医界对于这部分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我这个在3年前、4年前就已经跟牙医学院的院长报告过了，很多教授也听过了，对，大家都表示赞同，但是碍于现实商业的环境有一些阻力。商业环境，您是指您这样的一个发明，感觉上应该是比植牙要便宜费用，是不是？这个是比较便宜，因为它的工时很长，这样医师没钱赚，然后又辛苦，所以大家还要重新学习，这是最不。而且会不会有一些门户之见，他会觉得这是你的发明，那我做植牙很赚钱，假牙很方便，我为什么要来学你这个？因为好不容易学了植牙，对，正在有好的收入经济的时候，没错，现在又要来学这个东西，所以他们是抗拒的。对，那怎么推广？那推广的话，就是靠着媒体让民众知道，因为民众迫切的需要解决牙齿的问题。好，以前对植牙抱着希望，现在对植牙抱着失望。其实很多人不是对植牙抱着希望，就我了解，很多朋友对植牙抱着恐惧。可是他们不知道还有什么更好替代的方式。其实大家对于植牙都是非常疑虑的，因为听到很多后遗症，还有非常多的限制。所以您这个装帽扣和这个弹夹牙是不是跟植牙还有假牙比起来，有一些先天条件上的限制，要提醒病人要注意的？就是说，牙齿有问题的时候，要赶快装设这种假牙，因为它装了以后，它并不耗损很大的牙齿，它经久10来年、数十年以后可以推想，因为很多东西是用推想还算合理的。它因为可以摘洗，所以它刚开始只靠着左右两边的磨过的、修除过的、微修除过的肩膀，所以左右两边的牙齿要很强壮，有支撑力。对，至少要普通的强壮，有支撑力。哇，那如果一口烂牙或者80几岁老先生牙齿不够强壮，可能就不适合用这样方式。对，那个的话，就可能用另外一种思考的方法，就是用这样子的。它的原有的牙齿还在动摇的，对，中等动摇的跟轻度动摇的都把它留下，根管治疗、牙周病治疗以后，套上内冠，这个内冠只有0.2、0.3，它这样就很容易刷干净了。是，甚至看护用超音波震动牙刷都可以把它洗干净。OK，然后靠着传统的全口假牙式的一个外冠的凹陷，跟它做套合跟它做套合，但是它会脱落，对啊，就靠我发明的弹夹跟帽扣来扣住这个外冠，然后从此以后这个牙齿很难再去拔牙，是，这个已经证明了。我的 patient 做了这个牙以后，还偷偷的咬甘蔗，7年，那么老还咬甘蔗，他去年才说溜嘴让我知道的。哇，这等于说金刚不坏之牙喽。他就是靠着传统的
全口假牙的这个托盘，来分散力量，然后靠着原来剩下的动摇的牙齿来抓住外冠，整盘的外冠。好，这个在安养院坐轮椅紧急开刀的时候，拿掉以后，超音波震动牙刷刷一刷，真的不行的拔掉，就可以去开刀。在安养院也不会肿的，牙医师没办法处理。OK， 这个是从20-30岁一直应用照顾到80-90岁，20-30岁当然是这一种的。对，简单。做了以后，顶多这个靠肩靠板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本来是没有垫肩的，差不多10年以后，我们把垫肩做成T片的垫肩，是，又可以靠个8-9年、10年。垫肩在有一些耗损的时候，可以做更大的一片垫肩。到最后30-40年，如果前面这个小牙有耗损，我们顶多再加1颗，顶多再磨1颗，对，就这样就可以达到快40-50年的使用。对，这过程中，牙肉、牙骨头，跟牙肉、牙骨头几乎都不再腐败了，不会造成骨的那种溃疡的骨坑，保持得很干净。随时如果开刀啦、住安养院啦，都可以维持得很干净。只有牙齿或隔壁牙齿微小的耗损，就做垫肩，扩大垫肩。再不然最后再多加1颗弹夹牙，这个新的外冠可以跟旧的外冠焊合在一起。这样增加1组，那差不多就40-50年生命就结束了。所以这个从20-30岁服务到80-90岁。牙床都不会坏掉，没有腐败，不会造成全身的感染，也不会在大医院里面的医疗抢救体系里面变成一个加害者，而不是一个协助的单位。对，它是很好的，然后就只有上面装置的改变，装置的扩大改变，只不过增加1颗，或增加2颗，一直一辈子。对，所以这真的是这个牙痛病人的福音哦。对，所以对于一般传统，如果说啦，现在牙齿，比方说已经要开始要装假牙或是植牙的病人哦，是不是就可以来完全考虑您这样的方式？那么他所要付出的成本以及照顾的这个心力，是不是都比现在的假牙跟植牙等于说要非常的经济实惠、简单方便许多？对，如果以20-30岁到80-90岁，到安养院轮椅卧病的时候，整体来算，当然是便宜太多了。对，包括精神上、肉体上、时间的浪费，因为我们知道看牙非常浪费时间，还要等。这个从1颗到好多颗，它的牙床都是不会腐坏的。对，它的牙床都是健康的。所以在一个人的生命无价的观念上，没有内在的感染，对，只有变成空气的感染而已。只有我们空气是感染的，但是我们的牙齿不会再感染了。所以以辈子来算，是非常划算的。而且我一直在电视上就是呼吁这种事情，最主要就是我们的牙医学院不应该再继续教授那种对每一个人体有害，而且在医院里面的抢救健康体系、生命抢救体系里面，是一种加害者，并不是一种医疗团队的协助者。这是很大的一个观念的一个改变。我在美国波士顿演讲的时候，那些医生，美国的医生真的是用自己的人性头脑在思考。对，他们马上听完了，马上来跟我讲。说医生，那你会在台北开课呢，还是在洛杉矶开课？很真诚，见到好东西就想学。但是在德国，却跟我 argue， 说他们的植牙是最好的。哦，他们技术跟台湾不一样吗？比较严谨嘛。台湾比较腐烂，比较不会，稍微好。他们在选 case 会比较严谨，比较保护病人。但是在台湾呢，却是连听都不太想听，很懒。
好，就是有它的商业上跟精神上为病人服务的态度上的一个概念。所以现在您跟这个日本、德国、美国、中国大陆还有台湾都已经有了这个专利的申请了哦。对。那么您刚才提到德国的状况哦，还有这个美国非常热诚邀请您。那么对于日本也找您去演讲，那个中国大陆这个部分呢，您怎么样？除了在台湾之外呢，在这个国际之间去推广？中国大陆我已经把我的资料，在2个月前拿给北京大学的一个教授。好，他回去他们再商讨一下子，再做一种合作。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发明，对消费者来讲是个福音，所以推广的部分就很重要了哦。对。所以这个时候如果说没有办法透过一个公权力去推广的话，可能受惠的民众如果他没有看到或者不了解这样的资讯，可能还是会一直反复循环在这个假牙跟植牙的痛苦之间。所以可不可以建议一下观众朋友，平常要怎么样选择适合自己的疗程，以及做适合自己健康的牙齿保养？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医疗单位，好，我们的国民健康局、卫生署，还有教育部的技职司，好，要去探讨这个问题。因为公务员、公务长官就是为民众寻找最好的生活的必须的一些条件。对。好，所以今天牙医界在40年已经是走错了一个错误的方向，或者是不得已的无能的方向。今天我既然有这个发明，就应该赶紧让牙医学院也成为一种选择的治疗方式。好，或者由他们的研究所再发明比我更便捷，互相脑力激荡一下哈。对，所以大家真的是不能小看牙齿哦，它可能是全身病灶的来源。那么林泰武医师这样的一个发明呢，都受的国际肯定了。那么希望大家呢能够多多研究一下啊，怎么样让我们牙医的技术呢在台湾能够再成为国际之光。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林泰武医师来到节目当中，非常谢谢您。谢谢。下星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谢谢。这是莫斯科的一个工程师。他来看了4天，我在展示。莫斯科，莫斯科是什么？